旁观，微笑后的谎，谁在掩盖破绽？爱恨都不甘，当回忆不停向我呼喊，当理想被现实而宣判，就算情感试图掐住手腕，面对贪婪，我绝不心软。哦，自尊擦亮命运的双手，遗憾也深写上我看似狂妄。哦哦，奉陪到底谁都不放，愤怒狂燃世间的丧钟敲响，看那希望在远处绽放。哦哦，我让泪都风干。若真相真的可以用线索来推算，男人心的善恶应该用什么衡量？若结局它最后不过是一个虚幻，我一定会奋战。你不是没有路可以退，是你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条路走。我是不会和你站在同一道上，以前不会，现在也不会。只要危害到我的安全，我是绝对会铲除的。就算是跟他最亲的人，利益当头，他也会六亲不认的。嫌犯身上有枪，是个高度危险人物，我们要加快搜查，找到彭，就可以找到幕后黑手。Police， 有木 ，You，give me the gun， 发射。陈宇，麦德，多亏你，我刚孩子才会没事。多亏你还记得莫斯科的事。我有话要问你，你为什么击中他的要害啊？其实你可以对他的腹部或者不致命的位置开枪，让他没有还击能力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当时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这个决定。我脑海中唯一想到的，就是救你和救孩子们。明白。只可惜彭一死，我们所有的线索都断了。现在要找幕后黑手，会更难。如果他当时看开一点，就没事了。你讲不上个男人。
这已经是第3条人命了。我已经害死了3个人。如果一开始我就去自首，根本就不会搞成这个样子。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递上辞呈，来我这里吧。如果想赎罪，不用当警察，我可以给你财力跟权力，到时你想帮几个人就帮几个人。舅舅，给我一点时间考虑一下。你想辞职？难道你真的做得很不开心吗？我常常私自行动，不听从指令。我并不是一个称职的警察。如果你不犯这些错误，就是一个好警察。我知道你觉得我对你有成见，但我真的不是。不管怎么样，警队是一个纪律部队。你一直在条规的边缘上游走，我担心你会出事。我理解，你只是公事公办。况且我以前的确有很多地方是做的不对的。我希望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能既往不咎。我们从彼此看不顺眼，到互相磨合。好不容易培养这样的默契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这个得力助手。我真的很高兴能听到你这番话。无论如何，我要谢谢你这些日子以来的照顾。你不是以一个握手、一封信，去结束你在警队多年的努力吧？坦白说，我离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一些私人问题。好，不会干涉你的问题。不过我建议你把假清完，用这个时间好好的考虑，你的决定是否太冲动了。Madam， 你当了警察那么多年，你应该清楚了解，不是每个犯人都捉得到，不是每个问题都会有答案的。再见。妹，有新线索，我们在碰的业务当中发现了一张网咖收据。我这里啊，每天都有很多人进进出出，我怎么可能记得？但是这张收据显示，11月7日凌晨10分，他曾在这里上网。请你再仔细的看看，他是个泰国人，中文不好，英语也不流利。诶，是他？你确定是他？没错，就是他。那时啊，他在自己的肚子上打针，我还以为他是毒贩呢。他当时应该在注射胰岛素，这时候。那你记得他当时待了多久？他待了多久我就不清楚了。可是我每晚半夜12点半都会去打扫，所以我肯定他打针的时间是12点半左右。那你还记得他用的是哪一台电脑吗？就是这一台。
有哪一个歹徒会这么明目张胆，被通缉了还敢来这里上网？没错，他去偷胰岛素是必须的，当来网咖。哇，这么多浏览记录，我们要怎么知道碰上了哪一个网站？当时店员不是说他是在半夜12点半接到Pong吗？也就是说，11月7日的前几个网站都是Pong在浏览的。宠物网站？还以为他会利用一些通讯网站来联络泰国那边呢。你是怀疑碰在利用这个留言板搞鬼？让我先找找11月7日的留言。Dog got sick. Me needs go out country find doctor. How much money? 如果说这是碰留下的，他到底想说什么呢？ How much money？ 或许这是Pong向幕后指使者要钱的暗号，也就是说，他需要他的帮忙邮寄。只可惜没有人回应这个 Ridgeback。看来这个留言板一定还暗藏玄机。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测，我们必须把电脑交给科技罪案法政处，让他们进行法证分析。 你要不要去欧洲旅行？我？我刚刚辞职，想出国散散心，再开始下一份工作。你要不要陪我去旅行？为什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？我想帮我舅舅打理生意。可是你一向来都很热爱这份工作，为什么突然间要辞职呢？不开心就辞职了。哎，你别这个样子嘛。 我只是辞职，又不是失业，况且我也不需要你养我，你就给你男朋友一点鼓励嘛。好吧，我就陪你一起去旅行。不过，可不可以叫燕琪一起去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是啊，我又不是不认识她，而且你们两个是好姐妹。可是她是你的前女友哎。 你吃醋了？别生气嘛。没有啊，哪有？燕琪，你等一下有空吗？有什么事啊？我多出了一张戏票，你要不要一起去看？ 我等一下约了诗诗去逛街，不好意思。那好吧。有小鲜肉约你去看戏，你为什么不去？我本来就在等你下班啊，而且你什么时候变成偷听狂？哈，你们讲话没有很小声哎。 其实 Evan 的人不错嘛，长得又帅，又是个好警察，为什么不要考虑？我不是一定要找一个警察来当男朋友。说的也是，做我们这行的，工作时间不固定，而且公共假日也未必能休息，对方出勤的时候还需要担心他们的安危。你现在是以一个警察的身份在数落你自己的同僚啊？我说的都是真的啊。也不可以这么说。 一般警察都为人正直，有同理心，也有正义感。那你为什么不要给 Evan 一个机会呢 ？Evan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还有，不要一直推荐他 ，OK？ 哎，不是说好一起回去的吗？我跟同事对一下值班表，10分钟后大门见。OK。景泽，嗨，哎，你来等燕琪的啊？对啊。燕琪她还没下班吗？
他快出来了。那晚我把燕琪送回家之后，他还好吗？有没有不舒服？他还好，睡得很熟。那这几天他的心情怎么样？你好像很关心他哦。那晚他喝醉之后对我说过一些话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哦，那天你有点喝太多了，所以来看看有没有好一点。好多了。你呀，为什么喝那么多酒？没什么啦。我们不是说要去吃饭吗？我肚子有点饿。好啊。Sorry， 我忘记我约了他，不能陪你回家了。没关系，你们去吧。走吧。好。拜。拜拜。你们聊了什么？你有没有把我那晚跟你说的话跟他说？你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从刚才到现在，你整个人好像怪怪的。你已经猜到了吧？诗诗就是我前男友的女朋友。这就是你急着把我拉走的原因啊！但是，他也知道你跟前男友的关系，难道不觉得很尴尬吗？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是真心祝福他们两个。诗诗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是真的希望她幸福快乐。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我相信时间可以冲淡一切，我一定可以放下这段感情。这家怎么样？我读过了，他们的酒楼配套评价很高哎。不是吧？一桌就这么贵，那我们结了婚不是要申请破产？还是选婚纱店介绍的那一家，价格比较便宜。我才不要嘞！婚纱店肯定是拿了他们的好处才会介绍的。而且那地方这么小，我们的宾客哪里坐得下？其实只是一场婚宴而已，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吗？你们男人就是这样。结婚一生人只有一次，你也想要马马虎虎、随随便便啊？既然你这么想要省钱，那好啊，干脆把你所有的宾客请去楼下的咖啡店吃早菜饭算了。好啦好啦，别生气啦，老婆大人。谁是你老婆啊？哈，我们结婚了吗？哈，我们酒席摆了吗？如果摆一桌酒席就能让我赚到一个老婆，那我就摆咯，全都听你的 ，OK？这可是你说的哦，我没有逼你哦。没拿枪逼而已嘛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啊，结婚真好玩啊。新加坡的搞定了，还有马来西亚。啊？你不是连马来西亚也要摆喜酒吧？当然要啊，我家人还有我从小到大的朋友都在那边呢。你不是要请他们过来喝喜酒的咩？你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吗？把他们所有都请来，可以包下一架飞机了。你的人缘有好成这样咩？当然有啊。好咯，那干脆不要在新加坡摆喜酒，在马来西亚结婚好了。那你新加坡的朋友怎么办？我的朋友不请也没关系，那你的朋友就请他们去马来西亚参加婚宴咯。哎，张桂祥，你这样子算什么意思？哪有人结婚不请自己的朋友的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觉得我让你在那些警察朋友的面前抬不起头，所以不要风风光光的把我娶进门？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啊？你还敢否认？打从第一天开始，你就对婚照、婚纱、酒席样样你都不感兴趣，好像结婚的就只有我一个人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想要省钱，那我就帮你省。这个婚我不结了。你发什么神经啊？我才懒得跟你吵。喂，你拿回去啊！
哎，安哥，哎，小弟，来报纸。哇，谢谢你哦。来，不用了，我只是想环保而已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小弟，拜拜。哎。今晚就搬回家跟我一起住，而且搬回去之后再也不能离开，知道吗？雪梅姐，你在找什么啊？我在找桂祥送我的求婚戒指。我帮你找。德训，这边不是有堆旧报纸吗？哦，我卖给收破烂的了。雪梅姐那边。等一下，抓包！对不起啊，东西抓包！他有很重要的东西不见了，可能夹在报纸里面。你让他去找，等一下我帮你收拾好，好不好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们在干嘛？桂强哥，你送雪梅姐的求婚戒指不见了。怎么会不见的？算了，我买个新的给你。张桂祥，你永远就是这么一副无所谓。你求婚时还口口声声说你要照顾、你要呵护我一辈子，把你的这些话跟戒指一样丢掉算了。反正没有了戒指，你说的那些承诺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。雪梅姐啊，你就别怪桂祥哥了，都是我不好。都是你不好，真的都是你不好。为什么你拿东西丢的时候你没有看清楚？我戒指不见都是你害的。不关德训的事，是你自己脱下戒指的。如果不是你发脾气，戒指都会不见了。我在我自己家脱戒指不行吗？要不是有外人在，戒指会不见吗？你们不要吵了。你闭嘴啊！算了，我买回你当初要的那枚钻石戒指，好吗？婚纱、酒席，你跟我说能省就省，现在为了他你却这么大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没有出现，这一切根本就不会发生的？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？我无理取闹，走开啊你！雪梅姐说的对，如果我没搬来，事情就不会这样了。别傻了，明明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，却把你牵连进来。
是我刚才搬报纸的时候掉出来，我现在打给雪梅姐。怎么样，雪美要回来了吗？他没有接啊，我看是你打吧，可能他看到我的名字，他不想接。他看到是我，更不想接。算了，让他透透气，他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失而复得的感觉，是不是很开心啊？你想说什么？有些钱是不能省的，不然会得不偿失。不用你提醒，我也知道啦。结婚一辈子才一次，就算要申请破产，我也要让选美得到她心目中最完美的婚礼。喂，学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跪下，你先保持冷静。你快说。宣美因为受伤后没有及时被发现，导致脑积血，右边的身体中风了。
瑞祥，宣美她身心受创，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支持。身心受创，他是不是被？他没有。不过宣美她被严重性侵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玄美，玄美，你说话好吗？玄美，求求你不要不理我。我知道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真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学妹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亲手抓到那个混蛋。学妹，做到了，又能怎样？学妹，学妹，学妹，走！我不要看到你！学妹，我不要看到你！对不起，学妹。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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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我们公司利用网络洗黑钱的其中一个方式。如果国外有一笔资金要转入国内，我们就会登广告聘请人，让他们帮忙把钱转到自己新加坡的户口里，最后再转回给公司，接着用一点佣金来打发他们。那些钱的数目应该都不小吧？这些应聘者，他们不会怀疑吗？人都一样，只要钱在手上，就不会去怀疑。要用法律来管束一个利益熏心的人，我看用钱去收买执法者的心反而更容易。我认识的执法者就不会吃这一套，他们绝对不会轻易被钱收买的。是吗？你以前也是他们的其中一个吧？如果想帮 boss， 你就得忘记自己是个警察。你要质疑法律的存在，利用你曾经是个执法者的优势，来走法律的漏洞。你为什么会过来帮我舅舅？关你什么事？毕竟我们以后会天天见面，一起工作，我只是想多了解你一下。在我8岁时，我父亲被仇家杀害。boss 现在与他的交情，收入了当时还小的我。
还栽培了我进了公司。那你爸是怎么认识我舅舅的？当时 boss 到澳大利亚，和他一起开了赌场。我舅舅开赌场，我没听错吧？是不是我舅舅替你爸工作？不 ，boss 也是股东之一。那这家赌场的规模应该很小吧？在当时算是唐人街最大的地下赌场。因为 boss 认为要做，就做赌场的龙头老大。哎，你怎么把旧照片都挖出来看呐？哦，刚才我在储藏室找东西，看到这些照片，就顺便拿来看看。也真是够旧了，这些东西啊。嗯。妈，当年爸死了以后，就全靠舅舅扛起照顾我们家的责任。要不是他，我们就不会有今天了吧？是啊，你舅舅哦，真的是一个重义气的人。当年他只身在外的，自己都没有温饱的一餐，他还每个月呢准时一定把家用寄过来给我们开饭。我这个当姐姐的，没好好照顾好弟弟，反而要他来照顾我们一家人。舅舅那时候真的有那么惨吗？那时候你还小，当然不知道。我记得他常写信回来说，他在唐人街打杂的，那边的洋人老板啊，总是欺负他，做牛做马的。那个时候他为什么选择一个人过去澳大利亚那么辛苦？干嘛不留在新加坡学霸搞建筑业？哪个年轻人不想到国外大干一场的呀？况且你舅舅对建筑业没兴趣。没兴趣？没兴趣，那他为什么跟爸跟了那么久？你舅舅书读的不多，又没有一技之长。你爸在世的时候呢，我记得舅舅曾经跟他借钱要开公司，可是你爸呢就一直嫌他年纪轻，经验不够，所以就没借给他了。就因为这件事情，两个人闹得不愉快。后来呢？你舅舅也知道你爸是一片苦心，后来道歉之后就没事了，继续留在他身边。刘女士，你好。是谁？我是警察。关于你先生周国荣5年前的命案，我们还有问题想问你。你说你先生周国荣生前欠下了一笔债务，然后到处向人借钱。你清不清楚他到底跟谁借过钱？都已经过这么久了，就算当时有印象，现在也记不起来了。那你有没有听你先生提起过一个人，叫做赵学伟？我老公当时走投无路，跟很多人借过钱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你再仔细的想想，你先生生前有没有跟澳大利亚那边有生意来往？又或者是曾经和任何从澳大利亚来的人联系过？你在家干嘛不听电话？今天你的债主找上我公司啦！没事啦，你请几天假，他们找不到你啊，那些人就不会上你公司了。你说的轻松，如果连我这份工作都丢了，我看谁来养家？安啦，我啊找到摇钱树了，他很快搭飞机过来，把钱送过来给我。哼，最好是啦，人家特意搭飞机来送钱给你，不如说财神爷下凡来救济你。哎，我这个澳大利亚朋友是有头有脸的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他哪有今天啊？他欠我的人情啊，怎么也还不完。哎，信不信由你，我赶着出门了啊。还没讲完呢。你要记得，你有舅舅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舅舅会保护你，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。
陈月呀，陈月呀，陈月，是我，救救我！这件事将会成为你我之间的秘密，啊，没有人知道的，啊。如果想赎罪，不用当警察，我可以给你财力跟权力，到时你想帮几个人就帮几个人。只有来到舅舅这，舅舅才可以保护你。你爸在世的时候呢，我记得舅舅曾经跟他借钱要开公司，可是你爸呢就一直嫌他年纪轻，经验不够，所以就没借给他了。就因为这件事情，两个人闹得不愉快。他说那个澳大利亚的朋友，当初如果不是因为他，也不会有今天。根本是鬼话连篇，最后不但什么钱都没见到，自己连命都丢了。赵学伟先生，我是周国荣的朋友。他死前已把你当年的罪行都告诉我了，我有证据证明是你害死了陈昌。如果你不想我向警方揭发真相，就准备好200万的现钞，我会给你3天的时间筹钱，地点我会再通知你，你最好亲自出现，而且不准带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在冷眼旁观微笑后的谎，谁在掩盖破绽，爱恨都不敢，当回忆不停向我呼喊，当理想被现实宣判，就算情感试图假如手腕，面对贪婪我绝不心软。哦，自尊擦亮命运的双手，遗憾眼神写上我看似